大家好，今天依旧是在亚马河钓一下一些之前没有的锌。这里主要也是使用赛竿，这根赛竿的话刚买来也是爱不释手，感觉确实在整个赛竿钓鱼的情况下，应该是没有比这根杆子更好的一个选择。主要它是技能杆，它在蹲心这一方面的话，确实会比那个次一点的赛杆要更好一些。常规的话，在这个点位最近也是一个不错的鱼情，鱼口的情况的话，相对也比较稳定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亚马河的温度的话，不能算是低温，但是也不算是高温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它的温度应该算是一个平均水准，所以鱼口不能说非常的暴躁，但是也绝对足够可以用来蹲心。那这一场的钓鱼的话，依旧是没有使用太多时间，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的小石孔。所以依旧是蹲了2个小时左右，主要还是白天的时间在这边玩赛竿。那比较意外的是，我使用了一个11.3公斤的引线，以及一个 XM2的一个钩子。居然遇到了一条非常离谱的大龄马哈鱼，这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。因为使用赛竿的话，基本来说是很少能够遇到大龄。正常来说，在这边大龄的主要获取方式还是使用反车竿来打路亚，这种的话会更常见一些。当然也有一定的概率吧，比较小的一个概率会从晒干的情况获取到。所以说介于这种情况的话，因为引线它比较小，我遇到这条鱼的时候还以为是上了某条鱼的心，但在整个过程当中逐渐发现事情有点不太对劲。就整个事态的话，有点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前进，尤其是这个泄力情况的话，是不太符合就是10公斤以内的一个小鱼的一个情况。因为正常来说，除了大鳞之外，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大鱼之外。在亚马河的鱼基本都是小于10公斤的一个范畴，就哪怕是上了蓝冠，也不会大于15公斤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使用晒竿的话，恰好又使用了一个圣诞节商店限定的自重漂。如果说是要切线的话，肯定是要损失掉一个比较好用的自重漂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一般是不建议切线，就是能够溜鱼拉起来就把它拉起来，这种情况会相对比较好一些。但是确实本身的话，这条鱼的话，它的难度会比17.3公斤的引线要大得多。
当然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开线杯放鱼。那这种方式的话，相对而言，对于我来说是有点不太得劲。我还是觉得只要重鱼能拉起来的都拉起来，会更符合我的脾气一些。丢鱼这种情况的话，除非是实在是没办法拉起来，例如在海图这种情况，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洋流，并且引线的拉力已经完全不足以把整个鱼拉起来，那我一般原则上是不会放弃任何一条挂上来的鱼。啊，这条鱼因为是大鳞，然后又是处于一个比较大的重量，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整个拉锯上就显得时间非常长。那这种情况一般选择的还是常规的一个逆流刺鱼的这种形式，就是调转整个鱼头的方向，朝着一个逆着水流的一个方向进行刺鱼，刺激它逆流而上。这样的话可以快速消耗它的体力。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到了80米以上，这条鱼扯走了80米以上的鱼线的话，就明显可以判断它已经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那种小鱼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一般来说，人肯定是要跑到下游去摆正一下鱼头的方向。这里已经出了100米的线，我基本已经确定遇到了一时半会搞不定的大鳞，所以也是毫不犹豫，直接移动一下自己的身位。后续也是加速一下视频。这条鱼的话，我是没有想到它的力气是可以大到扯走300多米的鱼线。最大的出现距离甚至达到了340米以上，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情况。但其实出现这么多的话，不仅仅是对线杯容量的一个考验，同时呢，也是对控鱼的一个考验。晒竿的话，本身如果说使用的轮子它的线杯容量不是很大的话，其实这会就已经被清杯了。而我使用的线是600米的一个82公斤的彩虹线。线杯的话，因为使用的是高尔夫3万的这个型号，所以是容量是完全足够用，基本可以吃满600米的一个线，因此我在放线的过程当中也相对比较好放一些。只要线杯容量够的话，这条鱼的卸力也就是时间上的问题。那整体的话，这个溜鱼时间达到了35分钟左右。时间的话稍微是偏短，所以在使用摩擦片进行拉扯的过程当中，时间会比较长。但是真正要上心的话，时间又偏短，因为大鳞的话上心可能需要拉扯个40分钟以上。就是如果使用的是比较小的引线的话，拉扯的时间的话会比较长，也是在亚马河钓鱼当中比较痛苦的一个不好的回忆。相信绝大部分来亚马河钓鱼的，或者说是经常来亚马河钓鱼的小伙伴，一定是经常受到大鳞的肘击。
这肯定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体验。主要是有说法是小引线的话鱼口更好，同时使用路亚在这边钓鱼的话，如果引线太大，那除了大鳞之外的其他鱼基本就是大马哈鱼。那更多的一些高价值鱼类的话，就相对出现的频率比较低。因此的话，其实这条河也是一个被设计成一个比较头疼机制的一个地图。那你如果说这条鱼不好上的话，实在受不了，遇到大鳞走鸡，并且判断它可能没有上新的希望，那打开线杯直接放鱼走，也许可能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来到鱼市这边看一下收益，收益的话虽然钓的鱼不多，但是依旧有1100银币，因此收益上仍然是相对比较高，晒干比较正常。